62岁女子每天都蒸苹果吃，1年来从未间断，体检结果连医生都惊讶。62岁刘阿姨是一个退休的职工，因为年轻时工作还是比较劳累的，所以退休之后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经常会感到疲惫乏力，肠胃也比较脆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东西就会消化不良、拉肚子。有次在和老姐妹们聊天的时候，听说了蒸苹果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就想着回家试一试，反正也不麻烦。刚开始头几天也没啥感觉，坚持了半月之后，刘阿姨觉得好像还真有点效果，于是就这么坚持下去了。直到1年后去体检，看到结果之后，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蒸苹果营养会流失吗？蒸苹果营养不会大量流失，反而在某些方面营养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果胶、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在蒸的过程中，维生素 C 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因为维生素 C 对热比较敏感，高温环境下容易被破坏。但苹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我们可以从其他多种食物中获取维生素 C。苹果中的果胶在蒸之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果胶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有很好的吸附性，可以吸附肠道中一些有害物质，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同时，果胶还能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对于一些有脾胃虚寒的人来说，生吃苹果可能会出现肠胃不舒服的感觉，但蒸过的苹果的寒性大大降低，变得更加温和，也更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此外，蒸苹果过程中，苹果中的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基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作用是非常大的。坚持1年体检结果如何？刘阿姨以前肠胃不太好，经常会出现消化不良、拉肚子等问题，但自从吃了蒸苹果后，她的肠胃问题有了很明显的改善。蒸苹果中的果胶经过加热后变得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够起到保护肠胃黏膜、促进消化的作用。在坚持吃蒸苹果的这1年里，刘阿姨发现自己很少生病。以前每到换季的时候总会感冒发烧，但现在她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免疫力也明显提高了。除了肠胃和免疫力的改善，刘阿姨的气色也变得越来越好，脸色红润，皮肤光滑，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了许多。因为蒸苹果中的多种营养物质，像维生素、矿物质等，能够滋养肌肤，延缓衰老。最近刘阿姨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当她拿到体检报告时，自己都不敢相信，她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甚至比一些年轻人还要好。医生也感到非常震惊，在了解了刘阿姨的养生方法后说道：“你的身体状况非常好，这与你坚持吃蒸苹果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医生也提醒，蒸苹果虽然有很多好处，但如果是真生病了，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的。如果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疾病，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看到这里，应该有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觉得蒸苹果真能有这么多好处。那么下面就给大家具体介绍下蒸苹果的营养价值。蒸苹果营养价值有哪些？1. 果胶含量丰富。苹果中含有一种非常有益的成分，叫做果胶，这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维持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果胶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它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能够在肠道内吸附水分和其他物质，这对保持肠道健康非常有帮助。当我们把苹果蒸熟之后，果胶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使得它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利用。蒸苹果的好处就在于能够保留苹果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还能让果胶的作用更加明显，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这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是非常有益的，还可以帮助调节血糖水平，对于糖尿病患者或者想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果胶可以增加大便的体积和软度，因此它也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便秘情况，使排便更加顺畅。营养更易吸收。加热苹果后会发现它不仅变得更加柔软可口，而且其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也会变得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利用。虽然一提到加热食物，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营养流失的问题，比如维生素 C 这种比较敏感的营养素，
在加热过程中确实会有所损失，但是苹果中的其他许多有益成分却不会因为加热而减少，反而会更易于我们的身体吸收。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像钾元素，它是维持心脏功能的重要元素之一。加热并不会改变这些矿物质的存在形式，因此它们依然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另外，苹果中的膳食纤维，尤其是果胶，在加热后会变得更易于被人体消化系统所利用。果胶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调节血糖水平，并且促进肠道健康。除此之外，苹果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如类黄酮和多酚等。这些成分在加热后仍然能保持其活性，并且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这些抗氧化物质对抵抗自由基、减缓衰老过程有着积极作用。3. 具有抗氧化作用。苹果中有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这两种物质都属于抗氧化剂，专门对付那些有害的自由基。自由基是在我们身体内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它们会在体内寻找电子以稳定自身，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损伤我们的细胞。如果自由基过多，就可能导致细胞受损，加速老化过程，甚至引发一系列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癌症等。苹果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等抗氧化物质能够阻止它们伤害我们的细胞，帮助减缓细胞老化的速度，还能预防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除了抗氧化作用外，这些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还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提高身体抵抗力。蒸苹果的时候，这两种物质都不流失，所以每天吃一个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增强身体的防御机制。知道了蒸苹果有这么多影响价值，很多朋友就迫不及待的想尝试下，但别着急。虽然蒸苹果有很多的好处，但也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不是说随便拿个放锅里蒸就行的。4. 如何蒸苹果？第一步，选苹果。选苹果的时候要找那些看起来新鲜、表皮光滑、没有斑点或病虫害痕迹的苹果。新鲜的苹果颜色比较鲜艳，摸起来坚实。另外，尽量选择当季的苹果，在自然生长季节里成熟的水果。当季苹果因为自然成熟，所以口感更佳，甜度和香气都会比非当季的更好。更重要的是，当季苹果从采摘到市场的时间短，营养成分流失少，营养价值相对更高。第二步，清洗干净。可以用水彻底冲洗苹果的表面，这样可以去掉大部分的灰尘和杂质。想洗得更干净的话，可以用少许食盐来搓洗苹果的表面，将一小撮盐放在手中，然后轻轻地在苹果表面摩擦，能够帮助去除表面的污垢，还能有效地清除可能残留的农药。用盐搓洗的方法非常简单有效，而且食盐本身是天然的，不会给苹果带来任何化学残留。搓洗完之后，记得再次用清水冲洗干净，确保所有的盐都被冲走。第三步，去核切块。在准备蒸苹果之前，将苹果去核，可以让苹果更容易蒸熟，同时也更方便食用。苹果的核不仅硬，而且含有少量的天然氰化物，虽然少量食用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最好还是避免吃下去。去核的过程很简单，只需要用一个小刀或者专门的去核器就可以。可以将去了核的苹果切成小块，切块的大小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定，但一般来说，切成一口大小的小块是最合适的。一是小块的苹果在蒸的过程中更容易受热均匀，能够更快的变软；二是蒸熟后的小块苹果吃起来更加方便，可以直接用牙签串起来吃，或者直接用勺子舀着吃。第四步，控制蒸制时间。将切好的苹果块均匀的摆放在蒸盘上，确保每一块苹果都能接触到蒸汽，这样可以使苹果受热更加均匀。然后盖上蒸锅的盖子，打开火开始蒸。蒸苹果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大约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这个时间足够让苹果变软，同时也能保留原有的风味和大部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蒸的时间过长，会导致苹果变得过于软烂，影响口感。建议定时检查，一旦苹果变软就可以关火。结语：虽然蒸苹果有许多好处，但它毕竟也是一种食物，适量吃才是关键。每天吃一个蒸苹果已经足够了，因为即使再好的东西，过量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
比如苹果中含有一定量的果糖和膳食纤维，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调节血糖，促进消化。但如果吃的太多，反而可能会给肠胃带来负担，特别是对于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说，过量吃蒸苹果可能会加重肠胃的不舒服。